宇轩，最近在中国有一个流行字叫做“理想车主”。我说理想车主是不是开车开很好？没有，原来开理想的车主，你根本都乱开，气死人了！哎，对，正好没有错。中国人的理想呢，如同理想生，你的理想已经石沉大海，你的理想已经出了例外，你的理想已经翻了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最近理想的车主状况特别多。比如说，你看啊，明明有一个交通事故，这名女子我跟你讲非常的灵活，应该有修炼闪电五连鞭。哎，莫名其妙一台车突然开始旋转，然后倒退撞了之后，你看哦，往他过来，结果他一个闪身，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他小碎步，他有身法，他有练过，姐姐有练过，好不好？直接是闪过。但与此同时，甚至有些理想汽车非常的恶质哦，你有没有看到？首先，你有没有看到为什么突然间下了大雨？不是，是旁边的车故意去弄水坑，然后把水坑破得乱七八糟。然后你看哦，一直往前开哦，就是说还有完没完？旁边是公车停，他就故意的给你有没有水泼下去，然后还刹个车，哼。看到没有？你的理想真的沉入了海中了，你的理想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。然后他们都因为这没有前因后果，就你的车怎么会在海里面啊？莫名其妙乱开哦，怎么这种咖啊？然后还有说你的理想呢，非常的遵守交通规则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要走斑马线。所以你看哦，有一台理想汽车。默默的，有没有按照规定行驶在斑马线之上？他们想说这些车主真的有够奇葩哎！甚至呢，你的理想还会干嘛呢？逆向超车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哎，他还大条不甩的哦，还一副说哎你怎么挡我路的样子啊？哎动也不动哎！正常人如果发生这种状况，你是应该把他苦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太扯了吧！我跟你讲，他可以把他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后面又没有车，他逆向啊。他为什么不把苦啊？他好像等着对方要让他哎，这种咖。然后我讲路边包括什么违规停车啦、会车啦，然后他就开始绕，你有没有看到开始绕？然后呢，哎，他是横切，这个就是鬼之切入哎，硬要绕成正的，先逆向，然后再鬼切，再绕成正的，甚至是呢，有人呢直接就是我们讲往路肩开，那后照镜一看，然后这个车主连看都不用看啊，肯定是理想。为什么？因为最近中国的这种理想车主，包括他的停车格乱停啊，包括了我们讲的乱停在避险车道，你就看到全部爱怎么开怎么开，所以他们给理想车主一个封号叫做素质差。所以照了，你如果在中国听到，哎，素质差。就是在讲理想汽车，就是理想汽车，就是理想的车主。对，就是对于理想，他们觉得实在是有够那个才圈圈叉叉。但是呢，理想也非常生气哦，他都发表声明哦，他说你不可以这样玷污我们哦。近期我收到了多位车主举报，反映网络平台集中出现大量对于理想车主负面评价的误小信息，损害了理想车主用户形象，设有组织的违法犯罪。这是有组织的违法犯罪。哦，你看哦，他说真的有哦。你看哦，他马上一个文，各位群友，新任务可发布。各位，这不是上次的什么大妈走路团哦，图片一张5块钱，视频一条8块钱，一条评论1.5块，带图2块钱。你只要去黑理想呢，我们就会给你钱。但我坦白讲啦，你也不要说什么黑理想啦，因为包括理想也好，包括比亚迪、特斯拉、小鹏哦，这些汽车大家都倒大霉了。因为中国最近是不是开始在紧缩，说我们要避免你们内卷？所以要求呢，他们有一个叫做60天付款的政策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应付款项呢，你不能拖欠超过60天。结果你知道，正好这个策略一下来之后呢，它出现资金缺口了。这些所有中国名列前茅的电动车不多啦，1400亿美元的账上缺口。不是，这太夸张了，这里面很多什么比亚迪、理想、上汽、北汽、赛力斯、长安，结果这个一下去。1400亿美元美元以上的资金缺口也就1兆人民币，1兆人民币的缺口。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呢？那你就懂了嘛。或许真的有人在刻意的黑理想，让理想黑化，因为他们现在价格一直在杀。中国电动车已经便宜到不行，基本上卖一台呢就赔一台。靠的都是补贴，最后面呢，他又裁员之后呢，这些车子又倒闭之后呢，这些龙头呢又更多的市占率之后呢，问题是整个商品的品质就开始下滑，因为他们是用红海策略杀出来的嘛，那最后利润更少呢，裁员又更多，所以这个恶性的循环变成一个闭锁的闭环，那这个闭环就导致说中国电动车越来越惨，所以才能想出这种说我去黑你的画面。但是我讲理想也不要怪别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理想是骨感的，现实是残酷的。OK， 你看哦，这是停车格。理想他标榜说，我最擅长的就是我的自动停车，结果没想到自动停车的时候，它确实会停，但是呢，跟它的车主同一个德性，你知道它怎么停吗？直的车格，对不对？对，3个在那边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个插环，他就给你插横的直接给你停下去。OK， 那我都怀疑说，他如果开到我们台湾有带转车格，有没有？他干嘛？他直接就停进去，停进去，直接横躺。
然后倒车入库，我们俩有多厉害？因为他是把车门关上之后，他就开始停车嘛，他直接从马路上开始倒，等于就是他直接逆向就开始给你一直倒。哪有这么夸张？你自动停车在大马路上，在分隔线中间倒车的？对啊，没办法啊，他就横行霸道啊！我们都怀疑说车主是不是其实开到自动驾驶了？其实我们都委屈那些车主了，对不对？甚至是呢，有时候开在路上啊，理想啊，他就自己在那边撞了，然后各位火烧车，代表说他整个安危系数，因为理论上来讲，你碰撞的时候你应该是要自动断电的嘛。那如果没有断电的话，那个电池当然会爆炸啊，就很可怕。那所以最后面呢，有一个深圳的女子，我觉得她非常的有智慧。你知道她智慧在哪里吗？与其等到你理想把我给灭了，不如我先灭了你。所以她就开始拿着我们讲的什么 can 啊、棍子啊，他砸车啊！对啊，她把她自己的理想设那个女的气成这样，对，她说我脑子进水了，我才会买这台烂车啊！你确定她不是失恋吗？不是哦，她也不是做效果，她有讲，她说我脑子进水才会买，我后悔了，好不好？怎么会去买到这台烂车？所以你想想看啊，当中国的电动车变成现在这个局面的状况，你也不会怀疑说，包括比亚迪，包括这些领先的品牌，很有可能会成为车界的恒大。或者我们刚刚讲到理想汽车，中国网民气炸了，不管是你的车子跟你的人，都太理想，都太烂了。结果你看到这个画面，在日本人也气炸了。为什么？在大阪世博会，你地铁在故障极点的全部人都塞在外面。看到这个画面，你真的不敢相信哦！现在日本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哦，因为电车断电的一个情况之下，导致这个梦中站到长田站完全没有办法行驶。对，而这没有办法行驶，就代表着世博对外的连线的那个电车就完全没有了。哇，宛如孤岛啊，老天爷啊！因为他们就说了，在整个站其实有分东门跟西门，东门就连接铁路这一边的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完全断电，所以没有办法有任何进出。那好，那你去西门吧，西门是巴士跟计程车，那个也都早就预约好了，所以你就看竟然有那个近3万人因此而受到影响，而被迫这边过夜的至少有6、7千人，太夸张了吧？这完全太日本日本不是个文明的城市吗？就是你发生这种鸟事情，是你看全部都人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是过年还是跨年？这很可怕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因为他说他变得有点进退两难，你也出不去，你也没地方走，所以呢，他就说更可怕的是，你可能口渴，你只要离开这里，你就没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很多人在排队，大家想说你可能电车待会儿会恢复，所以大家还是要按照排队，不敢那个动弹不得啊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很多人就在那边站了4、5个小时，有的人就甚至因为实在太热，然后呢身体受不了，然后还送医哦。所以这个整个过程里面，有人说哇，宛如地狱的一个场景。那在另外西侧就非常多的计程车就该安排在在进出出，在接送人群，但是有更多人就卡在那一边哦。他们甚至说什么？他甚至说啊，那好，我们赶快紧急处理啊，我们把旁边有另外一个展览馆，叫做大阪健康照护展览馆，让你进来。不好意思，那个展览馆也只有700人，所以真的6、7千人就这样子露天，你看大家受不了就躺在那边，因为你除了这样之外，你不知道还能怎么办。你看那个爸爸带着小朋友躺在路边的情况，你还以为在中国，你还以为在哪里，竟然是在以效率优良为称的日本。对，这种景象他们就说根本就是难民营啊，只有难民营的景象才会出现，没想到竟然出现在大阪的一个世博会上。然后呢，他们就说人民就非常愤怒嘛，但是你知道他们这个大阪的一个知事吉村洋文哦，他竟然到过了半夜公告说啊，因为这个临时的事故真的很不好意思啊，那我们已经极力的在处理当中啊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多见谅。然后呢，更荒谬的是，他竟然还抛出什么？抛出在等待的人受不了，然后呢，可能就有人苦中作乐，在那边玩唱歌的影片，他还抛出来。这是在最文明的日本。结果你刚刚讲，他3、4个小时之后才在发文跟大家讲，知道怎么办？这在台湾1个小时就被骂很惨了，结果你还苦中作乐哦。这个什么叫苦中作乐？你是把别人苦中作乐的推文，你还去转发，好像太莫名其妙了吧？好像变成说，哎呀，事实上这个好像有一点就是花絮啊，其实也没有那么难过啊，没有那么难堪呐。错。
大家都受不了，所以有人受不了，现场就说：“吉川先生，谢谢你这么晚才发文，我被困在这个梦中战前呐、馆长或许有公告，但是成千上万的人没有任何消息，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完全没有那个手机完全没有讯息。他说我们就像在地狱里面一样，不断的排队，不断的在等待。”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，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